想见识真正的牛人吗？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4位奇人：鲁班以巧夺天工的技艺，成为百工圣祖；许富平精准的相术，洞察人心，预知未来；郭璞深谙风水之术，能观山川之气运，定历史之兴衰；姜子牙智勇双全，辅佐武王，开创周朝新纪元，奠定千秋伟业。本期我们将一同领略这4位奇人的风采，探寻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百工圣祖鲁班大师，他是历史上的百工圣祖，他的名字更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鲁班生于公元前507年，据说他在出生的那天，家里出现了成群的白鹤，并且屋内散发一股奇香，持续飘荡了好几个月才消失。因此父母认为这孩子不一般，故取名单字班。在古代班与班同音，所以后人便称他为鲁班。由于是工匠世家，又深受父亲公叔贤的影响，鲁班从小就对木匠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空就跟在父亲的后面学习木匠知识。有一次，鲁班跟随父亲进山伐木，不慎被一种边缘为锯齿状的小草割伤，看着渗血的手掌，他灵感大发，回家后就做出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锯子，极大地提高了伐木效率。也是此次之后，鲁班开启了自己木匠技能现在流传的曲尺、墨斗、鲁班锁、磨盘、水井等等，都是出自鲁班之手。谈及鲁班，不得不提的另一位人物就是墨子，他们俨然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好基友。曾经楚王为攻打宋国，找到鲁班帮忙制造攻城的云梯，墨子得知此事后，就和鲁班进行了一场兵棋推演。鲁班为攻方，墨子守城，连续9次进攻，墨子都取得了胜利。最终楚王决定不攻打宋国，不过2人的渊源远不止这么简单。据记录，鲁班与墨子有3次交手，最有意思还属木雀之争。当时鲁班做了一只可以在天空中飞行长达3天3夜的木雀。对于木雀的用途，主公就是这样记载的：长为木鸢，乘之以窥宋城，相当于刺探敌情所设计的侦察机。墨子知道后讽刺说，做出来的东西有利于人可称作精巧，不利于人就叫做拙劣了。言下之意就是你做的这个玩意儿是炫技。其实墨子曾偷偷复刻过一个，不过没有鲁班做得好，整整倒腾了3年，飞行器却只飞了1天，远不如鲁班。所以墨子才会酸鲁班，说他做的东西没用，顺带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我们都知道能人异士往往不只有一种身份，而鲁班的另一大身份就是阴阳术的学者。他还写过一本鲁班书，此书不仅是一本工匠直书，更是一部阴阳术数的瑰宝。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七星灯续命法，曾经诸葛亮就用过此法。6出祁山后，诸葛亮深知气数已尽，于是点燃了七星灯向天借命，可惜被闯都的魏延破坏了施法，自此诸葛亮命丧5丈原。同样用过此法的还有刘伯温。民间传说刘伯温当时也是先找到了自己的本命星君，然后里里外外摆了3层，共计57盏灯，最后刘伯温成功了，因此多活了12年。相对于鲁班书上册的治世救人，下册的内容则诡异阴毒得多，而且只能在至阴的情况才能看得到此书。也正因此，想要完整学习鲁班书的人，必须选择缺一门类似葵花宝典中的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而里面的咒语和符号让统治者感到敬畏。后来此书也被列为千古最为邪门的一本禁书。那为什么下册要有这么狠毒的形式呢？相传鲁班的亲生父母都是间接命丧于鲁班的这些发明中，为了不让后人重蹈覆辙，于是他就对自己写的鲁班书立下诅咒，警示后人谨慎学习。风水大师郭璞，他是一代风水宗师，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卜卦观象，无所不通。别人观测山川河流，而他却是以整个天下为局，观测历史兴衰的气运，而且还成功预言了未来数百年的形势变化。公元276年，郭璞出生于山西官宦人家中，自小就异常聪慧，是当地有名的才子。但相较于经文典籍，郭璞对阴阳术数更感兴趣。老郭一看儿子天资超群，于是给郭璞找了个老师郭公。慧根敏捷的郭璞深得郭公喜爱，拜师没多久，
郭公就把他早年得到的青囊中书送给了郭璞。说到青囊中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历史记载有2本，其中一本是华佗所著的医书，另一本是黄石公的青囊经，也就是现在手上郭璞这本是中国历史第一本有文字记载的风水经书。郭璞得到这本书后犹如天助，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藏经一书的编纂，并成为第一个为风水下定义的人。久而久之，郭璞变成了风水学的鼻祖。那郭璞的风水学造诣到底有多高呢？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就是郭璞把母亲和兄长葬在了河道旁的马驼沙上。当时位于靖江县北岸的马驼沙连年长滩，绝对不是一个安葬的好地方。但郭璞执意把母兄葬在那里，并写下当即为陆邑，其后沙长，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这里现在虽然水势滔滔，但马上会变为陆地，沙子会堆积起来，墓旁10里地都会成良田。果不其然，郭璞下葬母兄2人完毕后，这里再也没有发过大水，而是成了芳草萋萋的百亩良田。当地百姓对郭璞的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除了风水祖师这个名头外，他的占卜之术更是让人瞠目结舌。相传郭璞出山前就已经算出江东分王300年，赋予中国和，并预测到将会发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所以一回到家，他就招呼亲戚们收拾行李。面对老父亲的疑惑，他解释道：外族人要入侵了，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最后，郭璞带领着整个家族浩浩荡荡朝着江南进发。而就在郭璞他们离开的第2年，匈奴占领了山西。此时早已听闻郭璞大名的王导听说郭璞到了江南，便请他为自己测算未来的命运。郭璞经过一番推演，非常郑重地告诉他，不久之后将有雷劫之祸。王导问他如何破解，郭璞则说：你现在向西走数十里，找一棵柏树，截取和身子一般长的一段，放置到睡觉的地方，其灾祸可以消除。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一道闪电击中的王导的卧房，柏树被震得粉碎，而得到指点的王导逃过一劫。经此一事，顾璞的大名迅速传遍江东，人们都认为他有沟通神灵的能力。公元322年，蓄谋已久企图推翻司马氏政权的王敦准备起兵谋反前，他邀请郭璞为他占卜。郭璞毫不避讳地回答：根据刚才的话，你若是起兵，不久就有大祸；若是安分守己，寿长不可限量。但信心满满的王敦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于是他继续问道：你的寿命你知道吗？郭璞说：我就会死在今天中午。王敦眼见郭璞不肯配合，于是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起来，命人将其押到南冈处死。而王敦的结果也正如郭璞所料，起兵造反不到2个月就病死在途中。据悉，郭璞一生中类似这样的占卜有60多次，没有一次是不应验的。而他创作完成的藏书更是被称为中国白氏宝典。兵家鼻祖姜子牙，他是神话中执掌封神榜、手握大神鞭、骑着神兽4不像的飞熊先生。然而现实却和神话相差甚远，甚至还被妻子扫地出门。姜尚字子牙，相传姜子牙母亲在生他之前，曾梦到一头带双翅的巨熊向自己猛扑而来，于是家人给他取了个别号飞熊。然而出生异象的他却很倒霉。据记载，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屠夫，卖过猪肉，也做过面粉生意，但是时运不济，全部失败。妻子见他这么倒霉，于是将他扫地出门。姜子牙心灰意冷，机缘之下，他拜了昆仑山的老道太乙真人为师，学阴阳妙理、奇门遁甲和领兵打仗、行军布阵的治国平天下之策。没想到一学就是30年。出山时，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此时因伤暴政，命数不久矣，所以姜子牙来到渭水之滨的盘溪垂钓，静待自己的有缘人。由于他用的是直钩钓鱼，且不放鱼饵，很快的这件趣事引起了姬昌的关注。原来不久前，姬昌曾卜过一卦，显示自己会遇到一位王佐辅臣。果然，在渭水北岸，他遇到钓鱼的姜子牙。这一年，姜子牙72岁。交谈过后，姬昌极力想要姜子牙做自己的军师，可没想到姜子牙却要姬昌亲自为他拉车，才肯跟其回去。求贤若渴的姬昌拉起就走。
一口气拉了800步，于是也就有了文王拉车800步，周朝天下800年的说法。回朝后，姬昌迫不及待问姜子牙如何才能夺取天下和治理国家。姜子牙指出，商朝暴虐乱行，周代商朝是大势所趋，并强调了道合一的重要性。姜子牙还补充，要拥有真正的仁爱之心，广招人才，同时战事上可以出兵攻打忠于商朝却与周国敌对的国家。这一问一答间，不仅明确了姬昌的养成之路，也促进了武学圣典六韬的诞生，就是那本让张良跻身谋生的神书。不过姬昌没能等到自己的宏图霸业实现，便去世了。姬发继承了他的位置，顺理成章，姜子牙又成为了姬发的谋士。这一时期，周朝所有的用兵之谋，大多出自姜子牙之手。公元前1046年初，姬发江上，誓师伐纣。据六韬一文记载，出征前姬发弟弟周公旦进行了一次占卜，归赵不及，风雨暴至，群臣恐惧不安。姜子牙愤怒地烧掉龟甲，折断尸草，并亲自擂响战鼓，得到激励的姬发毅然出征，最后在牧野击溃商军。姬发大军进入朝歌，升级为新的天下共主。武王灭商后，把全国分成若干个后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而姜子牙被封齐地，成为齐国开国始祖，史称齐太公。姜子牙到达齐国后，修明政事，殷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于言之利，因此人民多归附齐国，其一度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姜子牙当时谋划的减商之策，后来还被称为中国历史现存第一份灭国战略规划。由于出众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此后姜子牙一直受历代统治者的崇尚，被誉为武圣。在武庙中更是以姜子牙为首。第一女相是许妇，她是千古一遇的奇女子，凭借他人长相就能推算出她的气运，就连秦始皇刘邦都曾找其算命。而她一生所做的预言无一例外精准应验，令人叹为观止。许父生于公元前221年，出生时曾天象突变，原本万里无云的晴天突然之间发出一片耀眼的青色光芒，吸引了周围所有路过的行人为之驻足。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婴孩一出生就手握着一块质地极其莹润的玉石，透过烛光细细一看，上面竟还刻着八卦图文，仿佛预示着他不凡的一生。正巧此时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举国欢庆，命官吏收集天下祥瑞之事，许望还手持璞玉之事，就这样被传进秦王宫内。秦始皇一听，却为祥瑞之兆，重赏许望黄金100两。为了感谢皇恩浩荡，许望就给女儿取名许莫妇。很快的，一传十，十传百，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慕名来到这个村子，就是为了一睹许莫妇的风采，想要沾到一些喜气。而此时还是婴儿的许莫妇，对待每个人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后来人们才知道，但凡是被许莫妇笑容以对的人，无不大富大贵，仕途亨通，学业有成。他见了就哭的人，就霉运连连，严重的甚至家破人亡也不在少数。这也成了许莫妇神奇的开端。都说天生异禀的人，注定以后的路是非同凡响。许莫妇从小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在4岁就能听懂晦涩难懂的连山、归藏和周易，曾经更在机缘之下得到了一本心气密旨，而书中记载的正是莫妇极为感兴趣的相人之术。之后许莫妇更是凭借此书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成为女相师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改名，因为他算出大秦朝马上要灭亡了，所以许莫妇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丹子，即许父，以顺应接下来的局势。此时正处于秦末，天下大乱之际，许父就建议父亲积蓄力量，静待民主，直到刘邦等人的出现。最终许家投资了刘邦，而事实证明他的预想是正确的。刘邦冲出围城，建立了大汉朝，许父也因此被封为明慈亭侯，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女侯也。而此时的她年仅19岁。在此之前，尽管许父预言的秦朝灭亡，薄姬将成为天子之母以及刘邦的帝王之相，但是真正让许父扬名的还属接下来这2个预言。一日，汉文帝邀请许父前往皇宫，给他的宠臣邓通与周亚夫看相。
面对周亚夫，他说：“将军3年后定然被封侯，而再过8年，将出将拜相，把持国柄，贵重一时，位极人臣。然而这之后再过9年，将军会因饥饿而死。”周亚夫原本不信，然而就在封侯拜相后，儿子私藏宫廷御用品，被皇帝治罪，自己也受株连下了大狱。受不了屈辱的周亚夫5天不吃饭，绝食饿死。对于邓通，他预言的是他面相虽富贵，但最后会因贫苦饿死。刘恒听后非常不高兴，于是不断给邓通升官，甚至允许他私铸铜钱。但汉文帝一去世，邓通就被汉景帝急去官职，没收财产，最后更是流落街头，活活饿死。或许是觉得泄露了太多天机，许父在50岁时主动向汉文帝请辞，归隐山林。他在隐居期间潜心修炼相术，并将其整理成《许父相法16篇》，留给后世。直到84岁高龄时，他安详离世，结束了他传奇而神秘的一生。